湖南省省会长沙是中国南方的名城，拥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遗憾的是，二战期间，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地面的所有古建筑。但是在长沙城的地下，仍旧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遗迹。长沙市东郊的这2座土丘，因为外形很像马的鞍具，所以被当地人叫做马鞍堆，后来讹传为马王堆。而一本地方志有记载说，马王堆是5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家族墓地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1971年年底，当地驻军想利用马王堆的2个小山坡建设一座地下医院，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，总是遇到奇怪的塌方。工人用钢钎对地下进行钻探，忽然从钻孔里冒出了呛人的气体。有人用火点了一下，马上出现了一道神秘的蓝色火焰。最早接到消息的湖南省博物馆的侯良先生马上意识到，人们遇到了一座古代的墓葬。湖南土话把这样的墓叫火坑墓，据说里面的东西一般保存得比较好。但是当侯良赶到时，火焰喷出已经3天了。当时我跑到门政部去接了一个那个小的氧气袋啊，我想灌一点，但是这个气已经跑了3天了。你3天嘛，你倒好多，我去了起码有10几个人在里边倒，啊，最后我就灌就那个气泡很小了已经，气泡啊泡这样的，灌半天再灌一点。但是天黑了，可我就没有灌了。但是到后来整个科研中间就缺少了这个东西。究竟这库体是什么东西？这气体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缺患。1972年1月，考古队正式对神秘的墓葬进行科学挖掘。推土机清理掉一部分封土后，露出了墓口。显示出这个墓葬南北长20米，东西长17米，是个大型的古代墓葬。进一步的清理必须依靠人工进行，在湿润多雨的长沙，挖掘非常艰难地推进着。当人们怀着期待的心情坚持繁重的工作时，一个坏消息传来，发现了一个圆形的盗洞。盗洞笔直地朝着墓葬的下方插去，总是跟着考古队，没完没了。每天我在那儿挑土包，一看到那个盗洞，这都厚厚的，这个大概是这土里边有这个铁矿吧，是一种厚厚的，像那烟熏一样的。哎呀，我说这家伙，咱们凭着老命在这挖，到最后嘛挖个空墓啊，是不是？一直向下延伸了17米，盗洞终于消失了。就在这时，人们挖到了一种黏糊糊的泥土，它的俗名叫白膏泥。在中国的南方墓葬中，白膏泥常常用来保护墓葬，据说具有很好的封闭性。这时，一件有趣的事情在发掘工地上发生了。忽然有工人说，他在白膏泥中挖出了绿色的树叶。周围的人不敢相信这是古时候的树叶，说一定是刚从树上掉下来的。难道真的是古代的树叶吗？这实在太令人吃惊了。在随后的发掘中，
人们又在填土中陆续发现了翠绿的树枝和黄绿色的竹筐，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。人们预感到这个墓葬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出现。白膏泥的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黑色木炭，装满了整整4卡车，估计超过5000公斤。把那墓大白膏泥都搞完以后，上边是一张很大的竹席。当时把席子揭开以后，就碰到这，大家吃惊了。我们有些老工人，他解放前就挖墓，他都挖了几十年了。挖了一辈子没见过保护这么好，因为长沙这墓10墓9空啊，都被盗了，解放前都被盗掉了，这么完好。这是一个方形的墓，深20米，从上到下逐渐缩小，像漏斗的模样。漏斗的底部摆放着4米多长、1.5米高的椁室。面对如此罕见的巨大椁室，连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都感到惊讶。椁室由数十块整木制作的椁板拼合而成，有的椁板重达1000多斤。椁室的超大体积也给人们带来了麻烦。直接从墓坑中移出椁室的可能性不大，人们只好想办法在墓中先揭开厚实的椁板。椁板一揭开，人们就意识到几个月的付出没有白费。这是一个丰富的地下宝库，中央是巨大的棺材，4边的边箱里填满了五光十色的珍宝，在淤泥的覆盖下，每件物品都像是新做成的一样。就在考古队员小心翼翼提取文物的时候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出现了。在东面的边箱里发现了这个漂亮的漆器。打开盖子，在场的人都不由得瞪大了眼睛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最容易腐烂的东西保存得如此完好呢？又是什么原因让神奇的景象转瞬即逝？这时的人们还来不及思索这些令人费解的谜团，琳琅满目的文物源源不断地被取出墓坑，最后只剩下墓主人的栖身之所了。当挖掘一开始，对墓主人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猜测，但是都找不到确切的证据。这里面究竟藏着一位什么样的人物？在这个埋藏有1000年不朽的藕片、树叶以及色泽如新的随葬漆器的巨型墓葬中，还会出现什么令人惊异的景象呢？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开棺的一刻。开棺的过程再次出乎人们的意料，庞大的棺材竟然套装有4层。最里面才是安放墓主人遗体的内棺，棺盖上覆盖着一块T形的神秘帛画。这幅长达2米并且完好无损的巨幅帛画，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。帛画上复杂的形象透露了墓主人什么样的内心隐秘？他又为什么放置在最靠近墓主人的内棺上呢？此时
还无法细究这些问题，人们决定先在墓坑里打开内棺。内棺打开，人们看到的是一团裹得严严实实的丝绸物，神秘的墓主人还是没有露面。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，人们费了9牛2虎之力，把墓主人连同棺材完整地取回了博物馆。庞大的4层棺材都用上好的天然木料打造，一共使用了70块木板，所有的棺材全部是靠着能工巧匠的技艺，用毛榫的办法拼接起来的。最外面是庄重的黑漆素棺，通体涂满黑色的漆，没有丝毫装饰。第2层是黑地彩绘漆棺，黑色的底子上用金黄色绘出复杂多变的云气纹，纹路间穿插着111个怪兽或者神仙。图案想象力丰富，线条粗犷，洋溢着远古时代的神秘气息。第3层是朱棣彩绘漆棺，红色的底子上用绿色、褐色、黄色等各种颜色，描绘出许多代表祥瑞的图案，一共画了6条龙、3只虎、3只鹿、1只凤和1个仙人。和外面的棺材相比，这个棺材显得富丽堂皇。最里面的内棺，棺身涂满黑漆，外面用帛和绣锦装饰。考古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修饰的棺材。要见到墓主人的面目，必须先揭开裹在外面的丝绸物品。他身上盖了2层那个等于是被子一样的，非常漂亮，非常鲜艳的，那像新的一样的。哎呀，大家可吃惊了，因为我们刚才我讲到北京的王旭的，他是专门研究古代丝绸的，他从来没见过这个2000多年这么好的丝绸，他也高兴极了。但是他下手去解还是一解不开，像豆腐一样的，看着好看，但是呢，它已经有点锈了。为了拨开主人身上的丝织品，又花了整整1个星期时间。墓主人的身上裹了20层衣物，有丝绸、麻织品，春夏秋冬的衣服几乎都俱全了。在接衣物的过程中，人们闻到一股强烈的酸臭气。如果尸体早已完全腐烂，怎么还会有这种气味呢？那每天呢，我们都在那搞，就是在那些，那臭得不得了，那臭得不得了，那真是，臭得不得了。难道真的会出现奇迹吗？焦急的人们在等待着答案。这会儿已经到后半夜了，已经从10点钟出来到这会儿忙到了后半夜，大概有3点钟了，切来切去，切来切去，最后就切到一层麻布的上头，在麻布再下去，就到了，我拿手一摸呀，就觉得有点软软的了。墓主人终于露出了面容，所有在场的人们都目瞪口呆。有人呐，有人我们就不能动了，一个下铺怎么搞？那不是创造主都不能搞的啦，不行了。就这样，先解决这个问题，这就了不得了。女尸经过防腐处理后，被送到了湖南省医学院。
不像一具古尸，皮肤仍旧是淡黄色的，按下去甚至还有些弹性，部分关节能够活动。注射防腐剂时，软组织随时鼓起，以后逐渐扩散，和新鲜尸体十分相似。这不仅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，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。从此，马王堆女尸的不朽成为人们不停追寻的疑问。他们曾拜将称侯，黄袍加身，却终究要魂归地下，入土为安。辉煌一生，他们无法割舍的是那金銮宝座、千秋伟业，还是奇珍异宝、天下财富？是那金戈铁马、战场荣耀，还是歌舞乐韵、闲情逸趣？敬请收看《华夏传奇》系列节目《地下的王侯》。这时，墓葬的发掘工作已经基本结束，但是女尸的身份依然是一个谜团。在文物的清理过程中，人们发现了一枚印章，上面刻着“妾辛追”几个字，说明墓主人的名字叫辛追。另外，在一些随葬器物上印有代侯家成和代侯家的字样。根据史书记载，代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个侯爵，曾在长沙国担任丞相，由此基本确定墓葬的年代属于西汉初期。地方志里关于五代十国楚王马殷墓的说法是错误的。那么墓主人难道真是代侯的妻子吗？代侯只是一个位次一般的小侯爵，享有封户700户，而墓地的豪华程度，怎么看也不像属于一个小侯爵的夫人。墓主人辛追的死后世界是一个巨型的椁室，形状就像汉字的井字，中间是4层套棺，周围堆满了琳琅满目的陪葬品，他们几乎把主人生前所有的荣华富贵都记录下来了。北面的头箱象征着他豪华的客厅和卧室，地下铺着竹席，四周围着丝幔，散发出香气的熏炉给屋子带来奇妙的味道。训练有素的贴身女仆尽心地伺候着他，他们用23个精心雕刻的木俑代表。在所有木俑中，有一位绝色佳人最引人注目，一张精心修饰过的脸庞无限娇美，嘴角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。这尊木俑在荷兰展出时，被人们称作东方维纳斯。技艺精湛的乐伎在为主人弹奏美妙的音乐，木俑的形态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乐队的真实场景，也隐约看到了辛追当年的声色享受。屋里还放着一张矮矮的漆案，上面摆放着全套的餐具，一共有5盘菜、1碗汤、1碗酒，还有几个烤肉串，似乎正在等待主人用餐。东西南3面的边厢都是墓主人的库房，储存着漂亮的衣服和丰富的物资。竹丝和陶罐里装着各种粮食、蔬菜种子和水果，出土时大多保存得非常完好。
有水稻、小麦、大麦、大枣、梅子、杨梅等几十个品种。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南方农业的兴盛。这个雍容华贵的女人，为什么在死后有如此豪华的墓葬？如果她不是太后夫人，那么究竟是谁呢？为什么历经2000多年的时光，她依然能保持尸身不朽？女尸出土后，为了进一步了解女尸的生理状况，人们经过仔细的研究，决定对古尸进行解剖。湖南省的医学专家被请来负责解剖，主刀的是年轻的医生彭龙祥。可以说，临床各个科室都参加了，放射科、皮肤科、口腔科、妇产科、内科、外科都参加，耳鼻喉科都参加了。大家开玩笑，就是没有请小儿科，因为他是成人了，所以所有的临床科室都参加了。解剖显示，女尸生前患有多种疾病，冠心病、多发性胆石症、日本血吸虫病、第4、5腰椎间盘脱出或变形、右臂骨折等等，50岁左右死亡。尸体光滑的皮肤说明，她并没有忍受长久疾病的折磨，而属于猝死。这引起了人们的怀疑，她会不会是自杀的？如果是说有致敬的话，他这个颈部的骨头都可以断的，那你做检查时都可以看得见 ，X 光照片也看得见的。所以你有那个遗痕嘛，太重的时候，它这骨头颈部的骨头都会断的，那没有这样的迹象。医学家在颅骨里发现了汞的残留，难道他死于处心积虑的谋杀？可是科学家认为，这些微量的汞还不至于导致人的死亡。西汉贵族流行服用所谓的仙丹，仙丹其实都是用天然矿物炼制而成，含有微量的汞，对身体有害无益。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？人们在女尸的胃肠中发现了138粒半还没有消化的甜瓜瓜子，也就是说，在死亡前不到1天的时间里，她曾经吃了大量的甜瓜。她一定是个喜好甜食的贪嘴的女人。贪嘴能致人死命吗？人们想到，在墓中还发现了不少动物的骨骼，有兽类、禽类和鱼类，它们大部分都是女主人的食物。辛追一定是个十分讲究吃喝的人。随葬品里面很多种动物性的食物它都有，可见是当时营养是太过剩了，是很容易得这个冠心病的。医生再次仔细检查了辛追的生理状况，发现他患有胆结石，一块石头就堵在12指肠口。食用太多甜瓜会引起胆绞痛，而辛追同时还患有严重的冠心病，70%的主动脉堵塞。医生推断，辛追死于胆绞痛诱发的冠心病。能如此清晰地了解2000多年前人类的死因，在考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。这得益于尸体良好的保存状态。解剖结果说明，尸体只出现了早期腐败的症状，也就是说，当尸体暂时被细菌侵蚀后，便成功地阻止了大自然的进攻，时间就此停止了。他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能拥有不朽的躯体？
在古代埃及，人们曾经成功地保存了法老的尸体，做成了不朽的木乃伊。然而，木乃伊只是一具干枯的外壳。在马王堆之前，人们还没有发现过保存如此完好的尸尸。后来，同类的古尸便被称为马王堆尸。直到今天，人们还在不懈地探求马王堆女尸的不朽之谜，但没有一种解释能让人完全信服。